台湾曾经在亚洲地区的航空工业发展堪称翘楚，仅次于日本。其代表作 AT-3喷射教练机和 IDF 战斗机等均为业界瞩目。然而，受限于特定的国际环境，台湾无法进一步拓展外销市场，且受空军外购趋势影响。自上世纪90年代 IDF 停产以来，台湾的航空工业一度陷入停滞。好在近年来，台湾领导人执政后重启了航空工业计划，推出了 AT 吴永英高教机。这款飞机由战斗机转型而来，专注于教练机的生产。尽管有人认为此举似乎是回头路，但韩国就曾以教练机为基础，成功研发出轻型战斗机。如今更跻身全球战斗机主要供应国之列。韩战后，美国重新审视与台湾的关系，不仅派遣第7舰队共同防御，双方还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但美国始终心存警惕，担心台湾可能采取攻势行动，因此对台军援助始终强调防御性。举例来说，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会曾同意向台湾出售 F-410战机，但国务院却持反对意见，主要担忧这款战机火力过猛，航程过长，可能被用于主动攻击。当时美国正与大陆关系回暖，因此不太可能向台湾提供高性能战机。不过，随着永鹰高教机技术的日渐成熟，它已展现出独立站稳脚跟的实力。目前，台湾正计划将其打造为可外销的战斗机。台湾空军虽然拥有多种教练机，但专业高级教练机仍显不足。目前主要依赖战斗机的双座型，如 F-5I、F-16B、幻影2000和 IDF 的双座型来替代。这些双座型战斗机虽保留了一定的作战能力，甚至可作为战时补充战斗机使用，但用于日常训练却会消耗宝贵的机体和发动机寿命，因此使用成本更低、结构寿命更长的专用高级教练机成为更理想的选择，如英国的某型教练机、美国的 T7红鹰、俄罗斯的雅克130以及意大利的 M346等。然而，由于欧洲国家不愿触碰与台军售相关的敏感问题，美国也不愿因高级教练机而消耗政治资本，台湾只能走上自主研发之路。尽管制造教练机相对于战斗机而言技术难度较低，但发展潜力巨大。事实上，许多杰出的战斗机都是从教练机发展而来的，如韩国的 KF-21猎鹰战斗机便是基于 T-50精英教练机演变而来。因此，自主研发教练机也不失为发展战斗机的一条有效途径。台湾早已展现出自主研发战斗机的实力，比如备受瞩目的 IDF 战斗机便是一例。如今，台湾正通过研制新一代教练机，为发展更强大的自主战斗机奠定基础，这也有望逐步替代日渐老旧的 IDF。显然，台湾已深刻认识到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永鹰高教机在巴黎航展上大放异彩的原因。这款永鹰高教机从设计到图纸绘制，再到生产组装，全部由台湾自主完成。不仅如此，飞行控制、航空电子、软件等核心技术也均实现自主开发。相较于 IDF， 其自主率有了显著提升。在制造水平上，永鹰同样表现出色。再加上采购的顶尖引擎和雷达设备，使得其性能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准，特别是在飞行速度方面。得益于顶尖引擎与台湾自主设计机体的完美融合，永鹰高教机展现出了卓越的性能。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在制造永鹰时便预留了改装为战斗机的空间，它拥有足够的武器挂在空间，且武器适配度高。目前已知的可搭载武器包括 M9 天剑1型和2型空对空导弹、AGM-65 小牛空对地导弹、500克瓦查磅低阻力通用炸弹等高威力武器。而这仅仅是原型机的配置，预计未来的量产版本还将进一步优化，增加更多武器搭载的可能性。未来，除了少数用于教练目的外，大部分的永鹰都可能被改装成新一代战斗机。永鹰高教机在初次亮相时便引起了广泛关注，其出色的性能很可能会吸引众多外国订单。毕竟，在航空展上展示的武器系统，往往都有外贸出口的意向。如果台湾能够凭借永鹰开拓全球市场，那将意味着其自主制造武器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虽然目前尚未公开具体的订单情况，但根据一些小道消息，永鹰可能会迎来一份价值数百亿的大订单。对台湾而言，永鹰高教机的销售成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其对台湾军事实力的提升。永鹰的引入将极大增强台湾军队的战斗力。尽管它最初是作为教练机设计的，
但其强大的武器挂载能力和顶尖配置使其在性能上不逊于一些战斗机。当然，与一些顶级战斗机相比，永鹰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后续还需在 IDF 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和优化，以达到与 F-16相当的水平。若这一目标得以实现，台湾空军将迎来全面的现代化装备升级。在此之前，台湾已经采购了先进的 F-16V 战斗机等，用以替换老旧的幻影2000。待这些新战机交付后，唯一剩下的过时战机便是自制的 IDF。因此，只要永鹰能够达到预期标准，台湾空军将实现质的飞跃。尽管台湾空军已经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但其在高端战机领域的短板仍然明显，尤其是第5代战斗机和新一代轰炸机这2大核心战力，台湾目前尚无自主研发之力，只能寄希望于外部采购。遗憾的是，作为潜在供应方的美国，对于是否向台湾出售这些先进战机，至今仍态度模糊，这无疑限制了台湾空军进一步提升战斗力的步伐。然而，未来的路总是充满变数。以台湾当前的科技实力来看，其在第5代战斗机研发领域已接近自主研制的门槛，主要挑战在于隐身技术等关键技术的突破。一旦在这些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台湾自主研制第5代战斗机的梦想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关于永鹰高教机的研制难度，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现实：全球范围内拥有第5代高级教练机的国家寥寥无几，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在探讨这一问题前，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永鹰高教机对台湾空军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教练机在飞行员的培养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飞行员的成长通常要经历初级、中级和高级3个阶段的训练，而高级教练机则是他们走向战斗机驾驶的最后一关。因此，高级教练机的性能设计必须贴近前线战斗机，不仅要具备武器挂载能力，以满足攻击、训练和储备的需求，其驾驶性能也要与一线战斗机相媲美。正因如此，许多国家都将高级教练机视为自主研发战斗机的起点，甚至将其作为执行多种作战任务的平台。那么，什么是第5代高级教练机呢？永鹰作为世界上第7款第5代高级喷气教练机，其设计之先进令人瞩目。它采用了大边条翼、前缘根部、延伸面等创新设计，实现了高机动、高攻角的气动布局。更为先进的是，永鹰采用了线传飞控系统，并配备了数位化的全玻璃平面显示器驾驶舱。这些配置在第4代教练机中是难以想象的。此外，第5代高级教练机还通过先进的操作设计和控制器软硬件配置，能够精准模拟第4代战斗机的飞行状态。以 F-16为例， F-16A 属于第4代战斗机，而经过升级的 F-16V 则被誉为4、5代甚至接近5代的战机。永鹰高教机的研发计划可追溯到2000年代初期，当时台湾空军急需替换老旧的 AT-3高级教练机以及用于训练的 F-5喷气机。为此，台湾空军提出了基于经国号战斗机高拱角气动布局的赛道重新设计方案，并对 AT-3进行了性能升级，命名为 AT-3 Max。在高级教练机的概念设计阶段，台湾空军面临了激烈的国际竞争，包括意大利阿莱尼亚马基航空的 M346和韩国航空宇航产业的 T50 等都在竞标之列，订单规模达到了惊人的66架。2008年2月19日，汉翔航空与阿莱尼亚马基航空开始探讨基于 M346的合作可能性。到了2009年2月4日，阿莱尼亚马基航空的 CEO 卡梅隆·科森蒂诺等一行3人专程访问了汉翔航空，共同商讨合作细节。2014年，双方正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标志着 M346在台湾的生产工作正式启动。时间流转至2015年6月12日，台湾空军司令部为寻求高级教练机的国际合作机会，特地举办了一场说明会，并公开向各大厂商征集商情数据。在这场竞争中，汉翔航空、阿莱尼亚马基航空以及韩国航空宇航产业均积极提交了相关数据。而在当年的展会上，汉翔航空更是展出了赛5和 AT-3 Max 的缩纸模型，同时还向与会者展示了 M346的实物模型和照片，引起了广泛关注。阿莱尼亚马基航空也派出代表参与了这次盛会。过去，台湾的政策一直是与阿莱尼亚马基航空合作生产 M346，但随着新一任领导人的上任，台湾决定自主研发新型高级教练机。从2016年开始，
航空所正式启动了新型教练机的研发计划。到了2017年2月7日，新型高教机的委托制协议书以及合作签署启动仪式顺利完成。同年4月25日，台湾科学研究院与汉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举办了新型高教机的签约仪式。根据协议内容，台湾科学研究院将负责该机的结构设计，并通过主契约商的方式委托汉翔公司制造66架 T5 高教机，项目总金额高达686.4亿元新台币。进入2018年3月，关键设计审查工作圆满完成，并开始着手制造4架原型测试机。这些测试机中 ，A1 和 L2 将用于飞行测试，而 T1 和 T22 则用于结构测试。首架原型机的装配工作自6月1日起正式启动。到了2019年6月，媒体报道称，英国 Magic PLC 公司已经开始交付起落架系统，包括主轮刹车片等关键零部件。随后，在9月24日，汉翔公司台中沙鹿厂区隆重举行了永鹰高级教练机的出厂仪式。时间又来到了2020年5月，永鹰高教机顺利完成了首次飞行前的各项审查工作，终于在6月10日上午9点34分，编号为11001的永鹰高教机成功进行了首飞。在飞行任务开始之前，战机先以编号1601进行了一圈绕行，随伴机上的坐席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永鹰高教机在保持起落架放下的状态下，优雅地绕行清泉港基地周边空域，最终于9点50分稳稳着陆，圆满完成了它的首次飞行任务。到了2021年11月，永鹰项目的交付计划已初见成效，按照规划，预计到年底将有2架飞机完成生产并交付，而整个项目计划在2026年6月前交付共66架飞机。除此之外，还将提供26套地面辅助训练系统，包括16套任务计划系统、3套基本飞行模拟器、1套全功能飞行模拟器、1套地面即时监控系统和1套飞行训练管理系统。到了2022年5月，台湾空军已着手开始第一批高级教练机教官的换训工作，由副司令孙连胜亲自主持，这标志着第一批教官的换训正式拉开序幕，试导工作也随之启动。值得一提的是，自1984年开始，捕获的 AT-37以及承担训练任务的 F-51F 鹰型飞机的自产化率已达55%，这已逼近一些能够自主研发第5代高级教练机的国家，他们的国产化率通常在80%以上。永恒的设计在经国号装甲车的基础上进行了诸多改良与提升，逾80%的改变引入了21世纪的先进复合材料技术，这不仅减轻了飞机的重量，同时也增强了机身的整体强度。永鹰还配备了台湾自行开发的飞行控制和航电系统软件，确保了未来升级的灵活性。发动机方面，采用了与美国 ITC 公司合作生产的 F12420TW 型号，该型号也被应用于意大利的 M346教练机。由于 M346的出色性能，能够达到每吨载重1.2马赫的飞行速度和1470公里的航程，永鹰的最高速度预计将非常接近，完全能满足快速穿越战区的需求。在台湾科学院的领导下，自主研发的高教机项目不仅为本地供应链商家带来了预算，还为未来30年的运输与维护业务开辟了新机遇。自研战机的引进不仅保留了台湾在飞机研发方面的实力，还通过本地厂商的参与，减少了对关键供应链的依赖，有效避免了潜在的供应风险。尽管自制成本较高，但这对于人才培养和工业能力的提升以及军事实力的构建都有重要贡献。对于欧洲国家而言，通过使用封存的 A400M 来交换高级教练机，不仅可以立刻节省大量的防御预算，还能避免政治上的争议，实现双赢。对台湾来说，现有的 C130H 运输机队伍已出现结构性损伤，但有限的预算更多被用于执行其他军事计划，空军难以获得足够预算更新运输机。采用自研自造计划并更换运输机显然是明智之选。引进具有更大载重、更远航程和更优性能的 A400M 无疑更具成本效益。考虑到2018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C130J 报价高达1亿美元，且生产时间延后至2023年之后，相比之下 A400M 的拍卖价格仅为2700万美元，且为现货供应。这不仅更经济，还能提升本地高级教练机的生产量，降低维护成本，为台湾带来多重利益。在2020年6月10日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台湾空军与航空工业共同见证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台湾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先进喷气式高级教练机 T5永鹰成功完成了首次飞行。这一壮举不仅为台湾空军带来了更新换代的契机，更为岛内航空工业注入了勃勃生机与活力。那么，这款 T5永鹰教练机究竟有何过人之处呢？它的出现能否改变台湾航空工业的颓势呢？当日，编号为11001的台湾首架永鹰高教机在台中清泉港机场腾空而起，完成了令人瞩目的首飞，全程飞行持续了12分钟。这一飞行不仅展现了永鹰教练机的出色性能，更彰显了台湾航空工业的雄厚实力。有智库研究员对永鹰教练机赞不绝口，称其为全球目前最先进的第5代教练机。相比其他国家的同类机型，如教10、教9山鹰以及教9G 海山鹰，永鹰的性能更为卓越。这一评价无疑为永鹰教练机赢得了极高的声誉。永鹰 T5高级教练机的研制计划是由台湾中山科学院、台湾空军与台湾航太工业发展公司 AIDC 共同合作完成的，总投资高达22亿美元。这一计划的启动，旨在替代已经过时的 AT3 高级教练机。AT3 曾是台湾航空工业的骄傲，但近年来已无法满足台湾空军使用现役第4代改进型 F-16V 战斗机进行飞行员训练的需求。与此同时，台湾空军使用的第3代 F-5轻型战斗机也面临着退役的困境。经过多年的改进， F-5的性能已无法再提升，只能逐步退出现役。这一变化意味着台湾空军战斗机数量和机队规模将大幅减少。然而，现有的机队和飞行员仍需应对日益繁重的巡逻和飞行训练任务，肩负起空中拦截和监视的重任。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空军决定基于台湾航太工业发展公司研制的 FCKE 经国号轻型战斗机，开发新一代的 T5永鹰高级教练机。这一决策旨在全面替代 AT3， 并赋予永鹰入门级战斗教练机的功能，以填补 F-5退役后的空缺。永鹰教练机的出现，不仅为台湾空军提供了更加先进的训练工具，更为台湾航空工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可以说，台湾方面的这一谋划十分精明。首先，永鹰的原型机 FCKE 以及小推力发动机和独特的气动布局，在尺寸与动力方面均展现出作为高级教练机的巨大潜力。将其改造为 T5永鹰高级教练机，不仅是对其原有性能的延伸，更是对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这一转变使得永鹰能够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具备更多的战斗功能，实现了一机多用的设计理念。其次，回顾台湾航空工业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经国号项目结束后，该行业曾一度陷入低谷，人才流失、研发停滞等问题接踵而至，使得台湾航空工业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逐渐边缘化。尤其是当韩国借助挖角台湾人才，成功发展出 T50基鹰高级教练机时，台湾航空工业的衰落更显得触目惊心。然而 ，T5项目的诞生，为台湾航空工业带来了新的生机。展望未来，台湾空军面临着现役战斗机与教练机的大量替换需求。T5永鹰高级教练机凭借其出色的性能与多功能性，有望成为替换的主力机型。预计在未来10年内 ，T5永鹰的需求数量将达到130架，这一数字与 FCKE 经国号战斗机的总数相当。这不仅为台湾航空工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更标志着该行业正迎来复苏的曙光。至于 T5永鹰本身，虽然其研制过程在 IDF 经国号的基础上展开，但机体80%的重新设计，超过30%的复合材料使用比例，以及异形机体结构和电子设备的修改，都展现出了其不凡的实力。这些改进使得 T5永鹰在承担教学任务的同时，还能像 AT31一样用作攻击机，实现了一机多用的目标。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台湾航空工业在技术方面仍存在短板，因此 T5的很多关键设备仍需依赖外购，如发动机和起落架分别来自美国和英国。尽管如此， T5永鹰的成功研制与首飞，仍然标志着台湾航空工业在自主创新与技术突破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从2019年9月24日的下线，到2020年6月2日的滑行试验，再到6月10日的首次飞行成功， T5永鹰的每一步都凝聚了台湾航空工业的心血与汗水。总的来说， T5永鹰高级教练机在气动布局设计上继承了经国号的优秀传统，
其设计完全符合第4代战斗机和第3代高级教练机的标准，紧凑且具有良好的亚声速飞行和机动性能，使得它在飞行品质上表现出色，完全胜任高级教练机的角色，甚至在某些方面比 AT3更为出色。由于技术渊源和标准与台湾空军现役的经国号 F-16V 战斗机一脉相承，T 吴永英在培训战斗机飞行员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作为一款兼顾入门级战斗机和多用途对地攻击任务的机型，T 吴永英在某些方面显得略有不足，这可能与其设计初衷和定位有关。毕竟，它主要是一款教练机，而非纯粹的战斗机。在机体和气动外形方面，T 吴永英与 IDF 相比并没有太多显著的改进，几乎是直接套用了 IDF 双座型号的基础设计。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在一些细节上进行了优化，如取消了一间挂架，改为圆滑过渡，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机体的阻力。在机体结构和材料方面，T 吴永英有了明显的提升，复合材料的使用量得到了大幅提高，从原本的不到10%提升到了30%以上。这种改进不仅减轻了机体的重量，还提高了机体的强度和耐腐蚀性，符合现代航空工业的发展趋势。然而，在机载航电系统方面，T 吴永英进行了较大的减配。出于教练机的职责，主要是满足长时间的飞行训练考虑，它并没有安装火控雷达等高配航电系统，火控系统基本可以通过模拟器来替代，这既降低了成本，又满足了训练需求。在动力系统上，T 吴永英采用的发动机型号是 F124TW200，与 IDF 战斗机的发动机有所不同。这款发动机属于非加力涡扇发动机，虽然可能在推力上有所妥协，但更适合教练机的长时间稳定飞行的需求。至于武器系统，T 吴永英似乎是处于裸奔状态，它甚至连 M61A1 型6管20毫米火神炮都拆掉了，空对空导弹和空对地打击武器也可能没有配备。这样的配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成本和维护复杂度，但也限制了它在实战中的应用。不过 ，T 吴永英在驾驶员座舱设计上展现了一定的创新。后座上的4K 的复制显示器安装在座舱盖支架上，这一设计解决了前后座高度差的问题，使得后座教官在起降中能够获得前方视野和评估数据，从而更好地指导学员进行飞行训练。然而，永英所遭遇的首要难题在于动力系统的选择。T 吴永英在寻求具备战斗入门功能的教练机时，选用了美国的 F124发动机，但这款发动机的单台最大推力仅为28千牛，相较于隔壁的 F125发动机，其军用推力为26.8千牛，最大推力则高达41.8千牛，显得逊色不少。目前 T5 高教机的空重和正常起飞重量尚未公之于众，但考虑到其原型机 FCK-1 以及大量采用复合材料的设计，我们推测其空重很可能超过5吨，甚至可能达到6吨，正常起飞重量则可能突破8吨大关。与主流的3代高教机相比，如意大利的 M346 高教机，同样搭载2台 F124发动机，但其空重仅为4.6吨。T 吴永英在整机推重比方面显然处于劣势，这不仅制约了其飞行性能和载荷能力，更使得其兼顾战斗入门和攻击机任务的目标变得异常艰难。毕竟，战斗入门版本的 L-15B 猎鹰采用了 AI-225F 加力型发动机，单台最大推力高达41.2千牛。若永英不能更换为推力更为强劲的 F125发动机，那么其执行战斗任务几乎只是纸上谈兵，恐怕只能携带有限的弹药执行简单的对地支援任务。尽管 IDF 经国号在整机推重比上相较于永英有一定优势，但仍饱受动力不足之诟病。T 吴永英作为台湾地区航空工业自上世纪90年代经国号项目以来的重大突破，确实在采购 F-16B 的同时，借助本土工业科技力量，填补了低端轻型战斗机和高级教练机数量不足的短板，基本实现了既定目标。但要断言它能扭转台湾航空工业的颓势，则未免过于乐观。首先，台湾航空工业的技术发展规模有限，且深受美国 F-16B 采购项目的制约。在 F-16V 采购与5代机采购之间的10多年空白期里，台湾航空工业既未得到当局足够的重视和资金支持，也未获得美国航空工业在技术上的全面指导与支持，因此发展进程难免停滞不前。
其次 ，T 吴永英项目在技术上主要是对金国号的复刻和一定程度的升级改进，对台湾航空工业的技术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近年来，台湾航空工业技术发展缓慢，人才流失严重，错失了航空工业发展升级的关键机遇。中山科学院在无人机研发领域的屡战屡败，便是这一问题的鲜明例证。尽管 T 吴永英项目为台湾航空工业带来了一丝喘息之机，但这仅仅是暂时缓解了紧迫问题，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其面临的困境。那些企图通过发展武装力量来聚统的人，终究只是自欺欺人。永英项目并非台湾航空工业的救星，这一结局早已注定。台湾航空工业长期以来在技术研发、人才培养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存在显著短板，相较于美国等航空